今天讲一个可能比较敏感的话题，属灵霸凌。当然，我不太喜欢这个词，因为这个词一出来，好像马上就有一种对立感，好像一边是受害者，一边是施害者，好像所有牧者、同工小组长，只要讲顺服，就是在霸凌别人。这当然不是我想说的，我想说的是，在教会里，有些话本来是对的，但是用着用着就变味了，比如顺服。顺服重要吗？当然重要。圣经里也有很多关于顺服的教导。基督徒当然要学习顺服，学习谦卑，学习放下自己。但是问题在于，顺服谁？顺服什么？在什么情况下顺服？有没有边界？这些问题如果不问清楚，那么顺服这个词就很容易变成一种控制人的工具。很多人可能都有过类似的经历。当你对某件事情有疑问的时候，别人跟你说你要顺服；当你觉得某个安排不太合理的时候，别人跟你说不要背逆权柄；当你想表达自己的感受时，别人说你这样是不属灵；当你想拒绝某个服饰安排时，别人说你是不是不爱主了？这些话听起来都很属灵，甚至每一句好像都能找到一些经文支持。但是，请问这些话真的一定对吗？这就是我们要思考的。第一件事，牧师是人。这句话听起来像废话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恰恰忘了这个废话。牧师是人，传道人是人，小组长是人，同工也是人。是人就会错，他可能会理解错经文，也可能会判断错事情，也可能会情绪化，也可能会因为自己的经验、性格、处境而做出不那么合适的决定，这很正常。但如果我们相信人人都是罪人，那么牧师也是个罪人。可在现实里，我们常常会不自觉地把牧者神圣化，好像他只要站在讲台上，他讲的话就天然比别人更接近真理，好像他只要说这是神的带领，我们就很难再反驳。但这其实是有问题的。尊重牧者不等于神化牧者，尊重一个人的服饰不等于把他的所有判断都看成上帝的判断。所以，当一个牧者说了一句话，我们当然可以听，可以思考，可以尊重，但是我们不能自动把它等同于上帝说话。第二件事，圣经是圣经，解经是解经。很多教会里的问题其实都不是圣经本身的问题，而是人对圣经的解释出了问题。经文本身是一回事，人对经文的理解是另一回事。比如有人引用一段经文，然后说：“所以你必须听我的。”请问这真的是这段经文的意思吗？还是他根据这段经文得出了一个自己的判断？这两者是不一样的。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个区别，他会觉得只要对方引用了圣经，那就是圣经在说话。其实不是，很多时候是人在借着圣经在帮自己说话罢了。当然，这不是说所有解经都是错的，而是说任何解经都需要被分辨，牧师的解经也需要被分辨，神学院老师的解经也需要被分辨，包括我现在讲的这些也需要被分辨，因为没有人拥有对圣经的绝对解释权。所以，如果一个人不允许你提问，不允许你思考，不允许你分辨，只要求你接受他的解释，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小心了，因为他可能不是在带你回到圣经，而是在让你没有分辨能力，进而全听他的话。第三件事，这是神的旨意。这句话要非常谨慎的使用。教会里有一句话杀伤力很大，就是这是神的旨意。一旦某件事被说成是神的旨意，你好像就不能反对了。你反对这件事，好像就是反对神。但是我们要问一个很基本的问题：你怎么知道这就是神的旨意？你可以说我祷告之后有这样的感动，你可以说我根据圣经处境常识倾向于这样判断。但是如果你肯定的说这就是神的旨意，那你就要好好想想了。因为很多时候所谓神的旨意，其实只不过是人所认为的神的旨意，这里区别非常大，而且是大到那种中间可以筛下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。人当然可以寻求神的旨意，但是人不能彻透神的旨意，更不能拿神的旨意来压别人。从某个角度来说，当一个人总是喜欢说这是神的旨意的时候，他很容易把自己的想法包装成神的想法，这就很危险。因为人的东西一旦被包装成神的东西，就很难被讨论，很难被质疑，也很难被修正。第四件事，顺服不是放弃判断。很多时候，我们把顺服讲得太简单了，好像顺服就是别人说什么我就做什么，特别是属灵权柄说什么我就做什么。但这真的是顺服吗？至少我觉得没有那么简单。基督徒最终顺服的是上帝，不是某一个人。当然，上帝可能借着他人来带领我们，借着教会来牧养我们，借着牧者来提醒我们。但是，这不代表任何一个人可以直接代表上帝。所以，当别人要求你顺服的时候，你要问：
这件事合不合乎圣经，合不合乎良心，合不合乎爱，合不合常识，有没有越过人的边界，是把人带向基督，还是只是带向某个人的权威？如果一件事明显不合理，甚至带来伤害，那么你可以断然拒绝它。而这样做恰恰是在表明你可能是在顺服上帝，而不是在顺服人。所以这里需要分辨。但至少我们要知道，顺服不是没有脑子，顺服不是把自己的判断力交出去，顺服更不是把自己的良心、认知、常识交出去。第五件事，你有说不的权利。这句话可能对一些人来说很重要。你可以说不，你可以拒绝不合理的服侍安排，你可以拒绝被情绪勒索，你可以拒绝别人用属灵语言给你定罪，你可以说我需要时间想一想。你可以说这件事我不同意，你可以说我不认为这是神给我的带领，你甚至可以说请不要用神的名义要求我做这件事，这不是悖逆，这也不一定是不属灵。有时候当一个人开始会说不，恰恰意味着他开始成熟了。成熟的信仰是你在上帝面前有一个清醒的认知，你知道自己是谁，也知道自己最终要向谁负责。第六件事，你最终是向上帝负责。教会当然重要，牧者当然重要，属灵群体当然重要，但是没有任何人可以取代你和上帝之间的关系。牧者可以帮助你，但不能代替你面对上帝。教会可以牧养你，但不能代替你做所有判断。弟兄姐妹可以提醒你，但不能控制你的人生。你的人生、你的良心、你的选择，最后都要在上帝面前交账。所以，不要轻易把自己的判断权交出，也不要因为别人说了几句很属灵的话，你就觉得自己不能再想了，不能再问了，不能再拒绝了。信徒皆祭司，这句话不是一句口号，它至少意味着你不是二等基督徒。你的祷告不会因为你不是牧师就比较差。你读圣经，寻求神，分辨事情的能力，也不是天然低人一等。当然，这不是叫你不要教会，不要牧者，不要团契，不是，而是说所有教会里的职分本质上都应该是服侍性的，而不是控制性的。真正好的牧者不会让你越来越依赖他，而是帮助你更成熟地面对上帝。最后还是要说平衡一点，不是所有叫你顺服的人都是在属灵霸凌，不是所有让你不舒服的提醒都是控制，也不是所有你不喜欢的教导都是错误。有时候我们确实需要被提醒，需要被纠正，需要学习谦卑，因为我们自己也会错，我们自己也会自我中心，但是我们至少可以有一个分辨标准。健康的属灵提醒会让你更清醒、更自由、更靠近上帝，也更愿意去爱人。而属灵霸凌通常会让你越来越恐惧，越来越内疚，越来越不敢思考，越来越不敢表达真实的自己。如果一种属灵语言让你不能提问、不能思考、不能说不，只能服从，那么你要小心，因为耶稣不是来制造一群失去判断力的人，耶稣也不是来让人活在恐惧里。所以当别人在用顺服权柄、神的旨意这些话来压你的时候，你可以先停下来问几个问题：这是上帝的声音还是人的意思？这是爱的提醒还是权力的包装？这是让我更靠近基督还是让我更害怕人？愿我们都学习顺服，但不是盲从人的顺服。愿我们都尊重牧者，但不是神化牧者。愿我们在教会里既有谦卑也有清醒，因为真正的信仰不该让人失去自己，而是让人在上帝面前成为一个更真实、更自由、更有爱的人。